心情有一点点小激动。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米10至尊纪念版的开箱体验。我觉得这个完全就可以叫做小米10 Ultra。为什么它要搞一个至尊纪念版呢？搞得跟8848出的手机似的，这个名字确实有点土啊。我在本期视频中全程就管它叫小米10 Ultra 啊。OK， 不关正体验，小白测评，小米10 Ultra 马上开始。买精品二手就上小白优品 APP， 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半价手表、半价阿迪耐克，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回收。更多精品好物等你来发现，尽在小白优品 APP。今年除了 LG 那个大箱子之外，最重的这个盒子了。而且呢，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小伙伴说，这个现在整个机圈啊，为什么这个包装盒设计的越来越差？还是那句话，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啊。但是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非常精致啊！先来看我左手边这个是12加上256G 的陶瓷黑色的版本。现在你即将拿起的是我们最自豪的一部作品。拾级而上，一往无前。大家可以把一往无前打在屏幕上。120瓦的充电器，别看它体积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是真的非常重，最高是20伏6安 Max， 120瓦。黑色的机器咱们先放在旁边，咱们先把今天的主角给它打开。16加上512G 亮银版。之前呢，小米也推出过亮银版的机器，但是由于一些工艺的原因呢，没能够最终量产。为什么说它是今天的主角？因为这是一台小米和小白测评 logo 放在一起，小白测评特别定制版。可以把牌面打在公屏上吗？而且是原厂镭射上去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然后搞上去的啊，这个是原厂小米的啊。ID 方面呢，这次我以为它会推出一个皮革的版本，因为毕竟杨浙加入了小米嘛，我估计会带入一些成熟范儿、成功人士的那种感觉。但是可能会有一个透明探索版吧，我现在还不知道啊。至尊纪念版的一个官方的保护壳，非常非常的舒服。它后背这个皮革呢做的是特别的薄，而且放上去时候呢也是特别的薄，就并不会显得之前有很多皮革的那种会把手机搞得很臃肿。亮银色跟陶瓷黑，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这台陶瓷黑呢，并不是陶瓷的材质，而是把玻璃，然后通过一些工艺呢，做成了陶瓷的质感，就是摸着啊，就是感觉温润一些。之前三星和华为呢，都做过这种相关的这种工艺，因为玻璃的供应链成熟度呢更高一些，更便于量产，而且它可以把机器做得更轻一些。如果你正在使用小米10 Pro 或者小米10的话呢，拿上这台小米10的 Ultra，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真的厚了一些，也重了一些，因为它达到了221.8克，就是222克的一个重量。因为尺寸方面并没有改变，它依然是6.67寸的一个 OLED 的屏幕，120赫兹。这次的这个屏幕呢也有一些改变，而且是升级。虽然说呢它并没有用 AMOLED 的一个屏幕，但是这块屏幕也是目前应该说是所有的顶级参数，所有的东西全都给你加上了一个120赫兹的顶级屏。强调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色准非常非常的准，这个 GNCD 呢是小于 0.63， 然后 Delta E 呢是小于1。正面的 ID 方面呢，其实跟小米10呢还是沿用了一个风格，就是正面啊是差不多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听筒方面做了一些改变。之前小米10呢是在金属中框之上呢开了一个小槽，这次呢它做了一个微缝的设计，这次不是对称式的双扬声器了，所以说它顶部单开了一个小孔，它依然是听筒式的双扬声器。转到后背，这次改变是非常的大，首先是亮银的这个配色，真的工艺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这么大面积的这个纯净度，在供应链里边是非常难把控的。说句实话，不是说加了我们 logo 就不说它缺点了啊，这个非常容易沾染指纹，这个日常我都是带套的。其实我觉得小米在 ID 设计方面一直被大家诟病的原因就是它一直没有一个家族式的延续，比如说华为啊，或者说 OPPO、vivo 都有自己那种家族式的那种延续感。你看这手机就是华为的手机，就是大概那框你一扫你就知道，延续一点这种专业范儿吧。因为它把它的这个潜望式的这颗镜头呢，给你做成了一个类似于相机的那种数码相机上的那种单独的一个银圈给框了起来，它支持10倍的
光学变焦，这应该是目前机圈内最强的一颗潜望式镜头了。我们把它4颗镜头的参数给大家打出来啊，不一一念了。这次它的主摄呢是让我有点意外，是和这个 OV 联合定制的一颗4800万的主摄，并没有再上1亿像素。我估计这个时候有人在喊打脸了是吧？弹幕估计在飞了是吧？什么不是方向错了吗之类的是吧？那不上1亿了呢？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了一下小米，小米说呢就是，我们呢也没有说什么方向错了，只是吧选择了一个更优的方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底大像素的一个方案，之前那是大底高像素的一个方案，它支持8K 的录制。这次在摄像方面呢，它有3个比较大的亮点。第一个就是 sensor 端，就是硬件级别的这颗 OV 的定制镜头啊，它是支持原生的 ISO Fusion 动态技术。说人话啊，就是疯狂降噪。双原生 ISO 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镜头它支持2倍的光学变焦的同时还支持5倍的光学变焦，这样的话它在做动态调节的时候参考的范围就更多，因为到2倍突然画面清晰了，到5倍到10倍画面突然清晰了。我们拍了一些对比样片，你可以看一下，确实还是明显能够感知到的，就是降噪方面做的是非常强。第二个呢，就是芯片级别的单帧逐行 HDR 技术啊，非常复杂啊，说人话啊，就是加速 HDR 的处理速度，不管是照片端的还是视频端的，全部加速。第三个就是专业人士这次应该会非常喜欢的一个全链路的 HDR10 视频的录制拍摄解码 SP， 就是一套 HDR10 它全有了。因为这次它还有这个10比特，这个10比特呢是原生的10比特，它并不是8比特抖10比特。比如说是吧，有一些品牌我就不点名了啊。我截止到录视频呢还没有拿到这块屏幕的供应商参数，但是我觉得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它确实表现的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长焦这块呢，它直接使用了 MX586 这颗镜头4800万来当它的长焦镜头来用。它这个120啊，感觉要更强一些，120倍的变焦，120赫兹的屏幕刷新率，还有120瓦的充电，这每一个都是挺强的。这颗长焦镜头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实现像素的4合1，这个586嘛，然后是1.6缪的单像素，真的是太容易站上车了。我估计刚才弹幕上飞的都不是牌面，都是米系实锤是吧？然后是1200万像素，反正这4颗镜头都是非常的顶。然后前置这一颗呢，小小的一个挖孔吧，它是2000万像素。这台相机的软件方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功能啊，就是多摄同开。这个多摄同开呢，其实不新鲜啊，之前苹果做过展示，然后之前蓝绿厂呢也都有过相关的东西，6颗摄像头同时打开。这个其实不是6颗，它只是有1颗给你做了2个倍数，它是5颗摄像头全开。而且呢，在我们测试过程中呢，发现小米呢采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因为把摄像头全部打开啊，首先这个发热，这个普通机器根本就压不住。其实它在预览阶段的时候，它全部都给你使用的是下边这一颗广角镜头给你做预览的。你看，现在我们遮挡住，好，全部都红了。它可以同时选中2颗来进行录制，但是我们实时要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2倍的镜头，然后再选择一个前置，摁开始，它在实际调用的时候就是中间的这颗人像镜头了。好，现在我给你遮挡住，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又避免了处理上的压力，然后实时预览又给你做的非常流畅，动态的进行来调整，比如说缩小啊、缩大一点啊，而且在录制的过程之中你还可以进行调整，然后还可以进行拍照。还是老规矩，咱们的小白刺猬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小米10至尊纪念版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续呢，我们也会把这台机的所有实测数据第一时间更新到小白刺猬微信公众号的数据库小程序里边。在我们前期体验米10 Ultra 过程之中，我们手里正好有最新发布的三星 Note 20 Ultra， 特别说明这是前期工程估价，仅供参考。白天当中呢，2台机器表现都非常不错，毕竟都是顶级的模组了。不过这次小米没有跟随三星的脚步，白天总体表现上，小米的曝光照三星有些低，画面更真实一些，但是没有三星来的讨喜。而到室内灯光或者夜景时呢，两者正好相反，小米的大底大像素把曝光拉得很高，但依旧保持了不错的画面纯净度。这套模组我们体验中也发现了一个不大不
不小的问题。由于整个模组小米依旧采用了上下直列式排布镜头，没有采用并列矩阵式。放在最下面的还是这颗广角镜头，这样你在单手握持拍照时，手指会极易遮挡住镜头。你要么小心的调整握姿，要么双手，而且这是硬件级的，不能后期软件优化，需要注意。在10倍变焦上呢，我们直接与之前最强的华为 P40 Pro 对比一下，白天上小米曝光更加充足一些，细节保留也更多。转到室内暗光5倍变焦下呢，可能是小米算法问题啊，这个华为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1到10倍586的像素4合1优势就展现出来了，而且小米对焦明显比华为要快一些。华为10倍暗光下呢，还有一些对不上焦的情况出现。录像上我们直接试了一下小米的 8K 录像，这是一段 8K 24帧的素材，由于帧率比较低啊，运镜的过程中呢会明显感觉到卡顿感，但是毕竟 8K 解析力不用说，而且后期空间很大。Ultra 还支持 8K 的电影模式，不过目前电影模式色彩调教的过于饱和，尤其是红色，但是总体还算是讨喜。最后在晚上拍烟花的时候比较有意思，我怕人多啊，这个站得非常远，周围人用手机拍视频的效果已经非常差了。这时候一个大哥看着我的手机屏幕说：“嚯，小伙子，你这手机拍的真亮啊！”由于声音比较大，我后边10几个人齐刷刷的盯着我的屏幕看。我后面用三星的 Note 20 Ultra 也拍了一段，从噪点上呢，两者已经非常明显了啊。小米的夜景录像降噪确实做得非常不错。这些佯装和素材都经过了视频网站的压缩，所以并不能完全还原手机真实的样子。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米 8K 这几个关键字，我们把所有的素材都已经打包好了，你可以随时查看原始素材。OK， 这次在性能方面呢，也都全部都是干到顶了。这个 GPU 方面呢，它加入了一个 GPU 的调节的页面，这有点像显卡的那个调节页面是一样的啊，就是它可以单独调节 GPU 的这个性能。现在这个865处理器呢，它有3档吧，相当于这个865默认的，然后还有865超频，然后还有就是865 Plus 了。然后在自定义这块呢，它有一个帧率调节，机这个屏幕呢不能调节90赫兹，但是在帧率上呢，还可以调节90帧和120帧来进行显示。正常865 Plus的话呢是670兆，它可以超到700兆左右啊。软件方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游戏小窗双开，就是它可以同时开启2个游戏，相当于给你开了一个虚拟机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前台打炉石，你这边小窗呢可以放一个放置类的游戏，然后把它放着挂着看，但是发热确实要更高一些，因为毕竟是游戏双开了，相当于很多人都在问我们，就是为什么这一次865 Plus 没有上啊？这个问题呢，我也跟不同的厂商那边呢都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确实是高通这边就不行，这个对于大陆地区呢的所有国产厂商是不可以的。比如说 LG 那边它是华硕的啊，它是台湾的企业，然后不属于大陆地区，严谨一点啊，大陆地区，但是他们都是一个中国啊。整个者这边呢，它是通过摩托罗拉啊，正好摩托罗拉算是一个海外品牌嘛，这个但是品牌在这个联想手里，然后是吧？反正就是它也上了一些，这个只是我个人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啊，我愿意分享给大家。最后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120瓦了。这台机器呢是4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电池稍微小了一点点，但是它已经是做的挺厚的啊，9.4毫米。因为这次的摄像模组堆叠是非常的大。官方说呢，它是23分钟可以充满，我们实测呢也是差不多23分钟左右。一开始我以为是10几分钟的，但是呢，它可能是第一代技术刚刚量产，它把最后的这个涓流充电的时间放的长了一些，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充电焦虑了。然后还有就是业界最快无线充电，支持50瓦的无线充电，这是什么概念啊？50瓦就是跟小米10 Pro 的有线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实测速度啊要比小米10还要快，就是它的涓流时间充电要更短一些，峰值的时间要更长。无线充已经完全可以代替掉有线充了啊，这个是50瓦啊，业界最快，之前是40。这个呢，我们下一条视频再好好跟你聊一下，因为那个东西也很多，也很值得聊。真的，我觉得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已经你想要的东西全部都加上了。我在体验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发现了一些缺点，就比如说重量，当然我觉得这个也就不叫缺点了，因为它毕竟什么东西都给你加上了，你还要求的很轻，是吧？你这有点过分了。因为前面一段时间用各种各样的机器都是200克以内的居多，这个机器确实是重了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充电器也确实比较重，然后还有就是我这2台机器呢都是这个镜面的版本，特别多这个指纹啊，我就得一直擦，各方面呢表现的已经是非常的均衡，而且这个水桶这个桶已经非常高了。OK， 这期内容已经是聊得非常的多了。我们内部开玩笑说，因为武汉实在是太热了嘛，但是这台机器是值得你顶着武汉的大热天去线下门店小米之家瞧一瞧、看一看、摸一摸的。
OK，后续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所有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然后呢，这台机我们肯定也会给它出深测，因为确实可聊的东西太多了。它代表了小米在10年的整个过程之中达到的最高的高度，而且以及供应链的把控能力啊！不客观的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